嗨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最近高温几乎成了全球头条新闻的常客。就在巴黎，40度热浪把街道烤得快冒烟，居民们纷纷跳入喷泉寻找凉意。欧洲的地铁呢，已经热到罢工模式，但我们今天要聊的却是一个全年气温32度以上、湿度超过80%的热带小岛国家——新加坡。可这座城市不仅被高温困扰，还常年登上全球宜居城市榜单。它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今天就带你走进这片热带神奇的绿洲，揭秘新加坡模式的奥秘。第一章：新加坡的挑战与奇迹。首先，我们得了解一下新加坡到底面对怎样的挑战。新加坡位于北纬1度，基本就在赤道边上。换句话说，全年没有秋天、冬天这些温柔的季节，只有炎热和更炎热。这里常年的平均气温基本稳定在30到32度之间，湿度常年在80%以上。要是稍微下点雨，那湿热的感觉直接像在蒸桑拿。而且由于建筑密度高，城市中心的温度通常还比郊区高5到7摄氏度。但是在全球宜居城市的榜单中，新加坡却稳稳占据亚洲前3的位置。在 ECIA 国际的调查中，它还连续16年被评为东亚外派员工的最宜居城市。到底是什么让新加坡在这样的高温中保持宜居？答案藏在它的城市规划里，这是一整套细致精密的机制。接下来我们就逐步拆解，看看新加坡模式具体是如何扭转炎热困境的。第二章：生态、通风与水系统的协同策略1：绿意密布的凉感城市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绿。新加坡有一句理念叫绿色是城市的初始颜色。当你走在新加坡的街头，绝对会发现它的植被是密布的屋顶花园、垂直绿化、骑行道旁的树荫，以及连接各大公园的步道网络。这里的城市森林绝不仅仅是修修补补的装饰，而是充满规划的系统性设计。截至2024年，新加坡的屋顶绿化已经达到了72公顷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100多个足球场的面积。而根据其可持续发展蓝图，到2030年还会继续升级，目标是达到200公顷的绿化覆盖。2. 自然风场的奇迹。新加坡不仅绿化超强，早在城市规划阶段，新加坡政府就针对城市微气候进行了精准的风场研究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新加坡是少数几个把风的设计写进城市规划的国家之一。简单来说，城市整齐排列的高楼间空出了风廊，这些通道使季风和海风能够最大化的进入城市核心区域，从而帮助空气对流和热量排散。而且，建筑每一栋的朝向、高度和间距都不是随机选择，而是通过大量的气象模拟和数学模型进行优化配置。一项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推进的研究指出，平均体感温度在有风廊设计的区域可以比其他无规划区域降低1.5到2摄氏度，而在绿植覆盖和风廊协同作用下，效果更好。这套系统是对热岛效应的精准反击。3. 水体的韧性智慧。新加坡的降温不仅依靠绿植和风，还充分利用了水体的智慧。比如政府的湖水美好环境 ABC Waters 计划，就将传统的排水设施变成了蓝绿基础设施，打造了一系列雨水花园、湿地和滨水步道，让整个城市实现了亲水又防洪。这不仅是美观，也有实用价值。比如在几个滨水公园里，新加坡充分利用水的蒸发作用和冷却能力。从城市热岛效应角度来看，稳定的水体可以有效降低局部区域的温度，让盐水区域成为市民的天然避暑点。这一整套机制，也就是绿、风和水的协同，它不仅仅是单点的改良，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整体优化。研究发现，要让城市的降温策略奏效，必须让植被和水体布局充分融合，再结合风场设计。新加坡的细致在这一层面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到这一步，你是不是发现新加坡的城市设计已经不是简单的种树和修路，而是基于科学与前瞻理念的全局性思考？第3章：建筑智慧与会降温的房子。除了城市规划，新加坡的建筑设计也是一个降温的秘密武器。早在2005年，新加坡推出了 Green Mark 绿色建筑认证。这个认证是专门针对热带地区设计的建筑标准，要求所有新建筑必须更节能、更环保、更抗热。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对吧？可实际操作却包含了建筑材料、通风设计、遮阳布局等环节的全面升级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计划还有明确的目标，到2030年，新加坡希望80%的建筑都能达到绿色建筑的标准。例如，新加坡有栋公寓就把天井设计得非常巧妙，形成了自然的空气对流，帮助居民快速散热。再加上上下植被的覆盖，热感可以显著下降10摄氏度以上。这样的设计不仅让居民舒适，也提升了建筑整体的节能效率。如果更进一步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Net Zero 建筑，更是建筑科技的典范。这栋建筑通过太阳能发电、保温设计，能做到几乎零碳排放，
同时还能够显著降低室内温度。是不是让人觉得高温问题太好解决了？第4章社会机制与温度的韧性。如果说硬件方面新加坡已经领先全球，那么软机制就是它真正拉开差距的地方。我们来看几个案例。比如，一到高温季节，新加坡的社区活动中心会主动升级服务，成为免费的避暑冷岛，有冷气、有饮品，还给长者提供健康监测。这可不仅仅是服务，它甚至能挽救生命。此外，新加坡的热健康提醒系统会通过短信和 App 实时向居民推送高温信息，还给出具体的避暑建议。从喝水到出门穿戴，覆盖细致到几乎想不到的每个角落。这样的机制让每个人无论年龄、身份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顾。新加坡不仅对抗物理的温度，也塑造了人性的温度。这一整套新加坡模式，无论是它的绿化布局、风流设计，还是智慧建筑，还有那精妙的人文关怀，都在告诉我们，宜居的定义已经被重新书写。在一个正在变热的世界里，我们的策略不能只有小打小闹，而需要系统的、科学的、更有预见性的新思路。听完这些，你有什么启发呢？对新加坡这种抗热的城市模式，还有哪些想了解的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吧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分享给更多人哦。